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庆余年2剧情越来越炸，赖御史杀疯了，连庆帝都敢参。自从庆余年2开播以来，大家对其的讨论可是一直都非常高涨。虽然在第2季的开头几集，不少观众吐槽剧情太拖沓，演员的演技不过关，广告植入太多等等，但是在最新的几集里面，网友对第2季的评价又开始转好，认为又恢复到了第1季中的剧情水平。实力演员同台飙戏，观众直呼太过瘾。在一开始的剧情中，不少观众都吐槽这一次新加入配角的演技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标准。所以大家对几个老戏骨和实力派演员的表演都非常关注，他们也没有让观众们失望，在短短的15集里面就贡献了不少精彩的表演，并且将人物角色塑造得非常鲜活。就像在前几集中被大家讨论最多的人物角色老金头。老金头以卖菜为生，这种生计本来就没有结余，但是他却还要忍受太监的剥削。在最后，他用自己所有的钱也没有救回自己的女儿，也将自己的一条命搭了进去。最后他平静地说出自己要挣钱还恩人的钱，转身背上却是血淋淋的伤，倒在了青石板路上。又如陈道明老师饰演的庆帝，在以往的庆帝都是看似懒散的、不着调的，但是当真的演到他上朝时，帝王之威便显露出来。他穿着黑色袍子从殿外缓缓走来，他的臣子们纷纷低头，而他的眼神里是睥睨天下的冷漠。他坐在纱帐后面，表情看不真切，但是一句灰飞烟灭直接听得人心头一颤。这一刻才再次明白真正的帝王之怒是不动声色，流血千里。张若昀饰演的范闲也是越来越出色，在第1季对角色的把握之后，张若昀这次对范闲的演绎就显得得心应手，即使是跟老戏骨们一起飙戏，也丝毫没有被压住。在第15集之中，他将赖御史的死对范闲的冲击演绎出来，悲痛、迷茫、醒悟和愤恨等等情绪都交织在他的心中。赖御史被赐死，庆帝才杀疯了。当然，现在最让观众们揪心的剧情还是赖御史的死。赖明成在朝堂上大参一切，触怒圣心被赐死，看似是赖御史的忠直愚见不断推动，其实操纵这一切发生的一直都是庆帝。无论是范闲还是二皇子，都是庆帝手中的棋子。正如范闲所言，陛下是要将所有人都捏在自己的手中，不允许有任何人脱离他的掌控。所以看到这里，观众们才彻底明白，庆帝是帝王，他的所有大度和不计较是因为在他看来，以往的这些都是小打小闹。当真如赖明成一样触到他的逆鳞，那么结局就只有死路一条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范闲才明白庆帝到底是怎样的帝王。所以网友们看到这里都非常气愤，对庆帝的骂声也更多，都纷纷表示被庆帝给气到了，一边看一边哭，对庆帝的结局开始期待。总的来说，剧情真的是越来越紧凑，越来越精彩了。就是赖御史的死真的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啊！